习近平这次雄赳赳气昂昂地跑进了西藏，本想秀一场以党治僧的大巡演，结果却是现场翻车。央视镜头一扫，喇嘛们个个是神情僵硬，眼神各异。更惊人的是，在大合影里，有喇嘛突然打出来了一个神秘的手势——降魔印。这可不是比心哦，这是密宗里面象征着降魔除恶、摧毁邪恶的一个信号。那问题就来了，这只是无意的动作，还是一次无声的当众抗议呢？更诡异的是，习近平之后步伐失常，就像一个断电的机器人一样摇摇欲坠。网友又炸锅了，难道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说习近平真的中招了？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老习进藏本来剧本设计得很完美，第一场接见体制内代表，西藏各族各界的代表们都被查了祖宗三代，100%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个个是喜笑颜开，表情管理都十分到位。第二场呢，接见的是西藏高僧，也想打造一片祥和的画风，但镜头一转到喇嘛们，表情管理瞬间崩盘，满屏都是你懂得的眼神。央视视频显示，和习近平合照的人数呢，大概有79人，除了第一排在座的19名官员，至少还有18名四管会的体制中人，说是特务也行。此外，还有约42名的僧侣，包括一名好像是伊斯兰教的阿訇。央视说，习近平是亲切接见了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四管会的干部代表。官家搞这么大动静，也没问问这些和尚喇嘛们愿不愿意被习接见呢？估计其中有不少被四管会干部代表押送来的，被迫让习近平接见，他们中一定有不少转世系的。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藏传佛教的规矩很简单，达赖喇嘛圆寂后会转世，一般呢会以一个小男孩的形象出现，通过寻访来确认身份。这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一个传统，也是信徒们心中的一个铁律。9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本人早就放话了，我的转世不受北京控制，你们别想插手。但是中共却说，想得美，转世也得经过我们批准，还得习总亲自签字儿。一个无神论的政党硬要当喇嘛的人事主管，打算培养转世灵童，爱党达赖。这个听上去就挺魔幻。咱们是不知道中共有什么秘密武器可以控制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但未来有可能出现一山2达赖，一个在人民心里，一个是在党委会议上。其实历史上，中共是多次学习西藏。从2012年习近平坐上龙椅以后，当局的口号就是防范抗疫，实际效果是寺院变监狱。至于政策党的妙计是文化融合，
藏族小娃娃都要被送到寄宿学校里去，一天到晚要背诵标准汉语。可惜呀，藏人心里默念的还是佛号，而并不是党章。这次习近平非常罕见地亲临西藏，本想上演一场民心向党的感人场面，顺便指定一下达赖的接班人，没想到反被喇嘛指定了一记降魔手势。有一个网友叫做惊涛拍案，他就发表文章分析说，新闻联播的蓝光影片清晰可见，其中有一个喇嘛在习近平坐定后的合照当中呢，非常技巧地应用了四颗印的简化版本，或者是说这个印的启示。四颗印是密宗降魔印，这个动作呢是以中指和拇指相抵，竖起食指，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手势象征的是降魔除恶，摧毁邪恶。但是这在表面上是没有痕迹的，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呈堂证供。而习近平到底有没有中招呢？在第3场接见里面，习近平换下了夹克，换上了军装，本想打造一个铁腕强人的形象，但结果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出场就颤颤巍巍，而且是步速减缓，好像2两白酒下肚醉醺醺的样子。党媒硬剪画面也遮不住他快断电了的一个模样。老习体力是严重透支的样子，让吃瓜群众都来了兴趣。有的说这是帕金森氏病症，或者是类似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也有的说是癌变，重症实锤了，撑不住了，这就是中招后的反应，这是高僧法力的回击。西藏高僧的一个手印，就让整场秀从爱党盛典秒变成降魔法会了。习近平在拉萨被喇嘛们用眼神和手势无声降魔，即使有一些和尚的欢迎手势传达给藏人的，可能也并非是热烈欢迎那么一回事儿。总结一句老话送给习总，来安抚一下他的情绪，那就是佛法无边，党媒无能。其实习近平现在日子挺难过的，身体状况就像一个老旧的机器，随时都可能熄火。外面的国际关系也是四面漏风，里面的高层派系是暗潮汹涌，偏偏呢还要顶着93阅兵的一个压力，很多人啊都怕他阅不完整场。按道理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西藏自治60年这档子事儿应该排到待办清单的最底部，又不是什么100年这样的大日子。以往40周年、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共派出的最高级官员都是全国政协主席。比如说2015年去的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005年去的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按照传统啊，王沪宁率团参加才是最合适的，根本不需要党魁亲临。而且呢，这次中央代表团的团长确实是王沪宁，那习近平算是什么角色呢？王沪宁领导下的代表团的团员，还是特邀演员？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习近平出访都混不上一个团长了，只能当花瓶摆设。这是不是也在暗示习近平其实已经丧失了权力呢？以前老习在，谁敢叫团长？这确实是件很蹊跷的事儿。此外，西藏处于高海拔地区，大家知道那里氧气稀薄，正常人都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心脑血管系统负担。那作为一个中风患者，习近平是非常不适合去西藏的。结果呢，他还是硬着头皮进了拉萨。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要跟达赖喇嘛争夺下一个转世的小男孩？这个事儿现在对自身难保的他有那么重要吗？习近平宁愿冒着高原反应，也要亲自跑到西藏去演一场活佛也要听党话的大戏，这完全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排除习近平非要逞英雄，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习他自己不愿意去，有人呢就让他去，他不得不去，但心里也十分不爽。这是要我配合演戏呢，还是要我的命呢？这次随习近平到西藏去的还有以下这些人，包括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蔡奇，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中央军委委员张生民，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
场面看起来好像是盛大的一个团建，其实更像是诡异的拼桌宴。各阵营的大佬们都到齐了，坐姿端正，心思各异。镜头里面是团结一致，但镜头外却是暗潮汹涌。这个信号可不是简单的合影留念，而是在暗示反习派和习近平可能又在北戴河的海风里面谈成了一笔保党协议。换句话说，为了让红船别翻，习近平或许能暂时保住21大前表面上的一把手宝座。至于最后谁是赢家，鹿头挂在哪面墙上，恐怕还得等4中全会以后才会逐渐揭晓。目前呢，习总已经演完戏了，从拉萨回到了北京，却留下了王沪宁还在西藏亲自指点江山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出事后，习近平进藏接见喇嘛就成为了一个笑话。现在谁还会相信共产党宣传的爱国和爱党呢？习近平要是全面从严治教吗？非也。假和尚能接吗？能，那是党的正义在发光，顺便打捞一波民心。但真账本敢接吗？对不起，只能锁上抽屉，一拉开呀，那就是半个官场。释永信可以拉出来鞭打一番，但后面还有一大截戴乌纱帽的，不方便展示。信徒可以失望，但官场可是不能失足。最近在微博等平台上流传着一张盖有红色公章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内容显示，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8月1日收到了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了少林寺2023年度和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却被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为什么少林寺账目这么敏感？因为它不仅是一座寺庙，而是一个带有国企属性的财团。公开资料显示，少林寺年收入超过12亿，涵盖了门票、香火、房地产、文创商品，还有海外授权等多个领域。旗下的公司高达18家，注册商标更超过了700件。其中门票收入动辄上亿，还要分红给地方政府。武僧巡演，这是全球巡回哦，票房堪比明星演唱会。影视授权，从电影《少林寺》到各类动漫游戏，无不牵扯到钱袋子。土地房产，嵩山脚下的土地早已经是开发商眼中的唐僧肉了。一旦公开，老百姓可能会惊呼：原来天下功夫出少林，天下的财富也进少林呐！最怕老百姓最后问一句：这些钱最后都去哪儿了？所以掩护少林寺的账本，就是在全面的从严护党。少林寺的金库最好还是盖紧盖严，否则啊，一旦翻开，那就不是佛门净土，而是红色提款机。一句话，中共不是怕和尚坏，而是怕账本黑。而释永信这位方丈啊，堪称是红色企业家，住持身份是佛门清净，实际身家是资本帝王。对外包装是月薪700，生活清苦；对内实际他的生活奢华，爱喝动辄数千元一包的明前雀舌茶。卧室配备的是上百万的珍稀木料大床，出行呢还得有豪车和保镖随行。念珠戴在手上，却能够精准的算账，比会计师事务所还专业。至于情妇、私生子、女大学生，那更是花和尚的标配，比宫斗剧还精彩。寺内部分僧侣对此也感到非常愤慨，都说少林寺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清净，对未来他们都充满了担忧。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剧目，一场是降魔印大战指定接班人，还有一场是假和尚能抓，真账本不能碰的荒谬剧。习近平在西藏被高僧们用手印无声降魔，在少林寺账本却被铁锁锁紧，成了敏感的国家机器。佛门净地，一边演爱国和尚，一边暗流汩汩流向谁，都不敢说。表面是宗教的斗争，本质却是政权的焦虑，而真正的降魔印或许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